如何变得贫穷？大多数人都抱怨自己很穷，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贫穷的真正原因？犹豫不决比鲁莽行事更容易导致贫穷。如果你没有立场，无论你在其他方面多么优秀，总是很容易被那些在人生竞赛中意志坚定的人推到一边。二、拖延症。说到拖延症，很多人一定有这个问题。其实，很多时候，拖延只是懒惰和逃避问题。面对当前的困难，我们一拖再拖，不愿去面对和解决，想着拖一天是一天，总是给自己找借口。我今天太忙了，我有太多事情要做，明天再做也没有关系。但如果一直这样重复，就会陷入越来越无聊的工作和越来越无聊的生活，进而变得越来越消极，越来越懒惰。最后，随着时间的积累，你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和自我否定，变得越来越焦虑。三、永不长久。世界上80%的失败都来自于半途而废。你从来没有体验过坚持做一件事成功的喜悦，因为坚持对你来说是枯燥的，充满挫折的。很少，更不用说最后，很多人在头3天就放弃了。四、害怕被拒绝。也许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感觉，他们在人际关系中感受到的困难，其实或多或少都与害怕被拒绝有关。比如恋人突然离开，被背叛，被疏远，而这种拒绝可能是非常微妙的。例如，如果你给对方一个微笑或一个眼神，对方却不回应你，事实上，这些敏感度来自于你自己的自尊心。而一个能放下自尊心做事的人，是一个注重目标和结果的人。而把自尊心放在第一位的人，在人际交往中做事情时，总是注意别人对自己的态度。因此，一个人越是无用，就越容易沉迷于那些无关紧要的底线和自尊。五、限制自己。这意味着总是怀疑自己的能力。例如，如果你想做一件事，但总有几个理由让你觉得自己做不到，在你尝试做这件事之前，先否定自己，给自己找一堆理由，让自己不要付出努力。事实上，你所有的平庸和失败都是因为你自己的自我限制。六、逃避现实。逃避现实是很多人曾经做过的事情。容易逃避现实的人有5个特点。一、经常做白日梦，他们喜欢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。二、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的生活，其实是对闲散生活的渴望。三、沉迷于网络游戏或幻想小说，他们可以带领你进入那个幻想的世界，让你逃避日常的现实。四、我觉得现实世界是残酷的，但当我追求白日梦的时候，总会被现实生活所打击。五、无法面对不确定的环境，因为在你创造的小世界里，你可以找到安全感。七、总是为自己找借口。当你犯错时，你的第一反应是找借口为自己辩护。喜欢找借口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他们没有强烈的职业精神，没有执着的追求，没有坚定的人生信念。所以，当他们遇到压力、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们不愿意承担。面对风险和挑战，他们也会在第一时间选择退缩，而退缩迫使他们为自己找借口。八、胆小怕事。害怕被领导批评，害怕自己的能力被别人否定，在意别人的评价，害怕犯错，害怕自己的努力得不到回报。我想起了一句话，我不敢努力去想自己，怕最后知道自己不是天才。但是，我心中还有一丝希望，所以我不甘心与瓦砾为伍。事实上，这是一种软弱的心态，不愿意面对挫折。九、拒绝学习。很多人认为学习是痛苦的，不如安逸，不做改变。所以，当你变得贫穷时，不要责怪别人，你目前的生活是由你自己造成的。如果你想过上好日子，你必须改变你平庸的现状。坚持不懈，要有勇气，不要害怕挫折，这是你通往成功的道路。为什么穷人是穷人？为什么富人是富人？经过5年的调查研究，发现富人拥有的许多好习惯，穷人根本就不具备。这些习惯是经常读书，坚持早起，每天花30到40分钟思考问题，不盲目从众。这些事情在短期内相对容易做到，但在长期内却很难坚持下去。但只要你坚持，形成习惯，你的生活就会有惊人的改变。英国哲学家培根说，
习惯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，可以主宰人生。如果你想出人头地，你必须明白，习惯决定你的未来。美国著名政治家富兰克林只读了1年书，就被迫到印刷厂当学徒。年轻时，富兰克林缺乏自律，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。经过深刻反思，他发现成功的关键在于养成良好的习惯，完善自己的人格。于是，他总结出了成功所需的13个好习惯：节制、沉默、有序、果断、节俭、勤奋、真诚、公正、节制、清洁、宁静、贞洁和谦虚。然后以这些习惯为目标，找到自己身上的各种坏习惯，并逐一纠正。富兰克林说过，优秀是一种习惯，只有好的习惯伴随着生活，人生才能成功。人生不过是无数个习惯的总和。《习惯的力量》一书描绘了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主人公丽莎·艾伦在16岁时就开始吸烟和喝酒，她的生活陷入了混乱。这些坏习惯使她的身体变得肥胖和臃肿。她曾经生活在债务中，在她20多岁的时候，她因为要了1万美元的债务而被追债公司带走藏匿。她也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她做的最长的一份工作还不到1年。可以说，她的生活很糟糕。在34岁的时候，丽莎下定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。起初，她只是坚持跑步，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，并逐渐改变了饮食习惯、工作习惯、睡眠习惯、储蓄习惯和学习习惯。通过一个习惯的改变，带动另一个习惯的改变，丽莎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。她不再喝酒、戒烟，并开始努力学习，攻读硕士学位。最后，她成功减肥，找到了一份长期工作，买了房子，还订了婚。好习惯是通往美好生活的垫脚石，而坏习惯是通往失败走廊的垫脚石。在许多情况下，不是当你变得优秀时，你才能有好的习惯，而是当你有好的习惯时，你才能变得更好。如何戒掉坏习惯的作者古川武士也有很多坏习惯。当他意识到这些习惯给他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时，他决心逐一戒掉这些坏习惯。他严格控制睡眠时间，不再熬夜，坚持每天晚上11点准时睡觉。为了消除拖延症，他每天提前1小时到公司处理最重要的工作。周末不再是睡到自然醒，懒洋洋的度过一天，而是早早起床，为新的一天制定计划。经过3个月的规律生活，他成功的减掉了8公斤的体重，恢复了过去的面貌和自信。当你摆脱了一个又一个的坏习惯，你就可以重新掌控你的生活。乔布斯这样说，在你生命的前30年里，你会养成习惯。在你生命的最后30年里，你的习惯决定了你。在《习惯的力量》一书中，提到了3种方法，并与大家分享。1. 确定你要培养的习惯，及时奖励自己。当你完成一个阶段时，奖励自己1次，积极激励自己，这样才能坚持下去，持之以恒。例如，坚持健身，每周坚持几次，坚持1个月后，奖励自己一个小礼物。2. 设置触摸按钮，简单、明显、易于实施。所谓触摸按钮，就是当你看到或想到什么时，立即开始行动，不要拖延。例如，如果你想在睡前阅读，你可以在枕头下放一本书。当你触摸到这本书时，你会立即放下你正在做的事情，打开书读几页。如果你想养成早上起床跑步的习惯，可以设置一个闹钟，当闹钟响起时立即起床，去跑步。3. 在触摸按钮和奖励之间，重复这个习惯。在触摸按钮和奖励之间，重复，再重复，继续进行。当一个行为持续21天以上，身体就会记住这个动作，形成一个自然的习惯。一个人种下的是习惯，收获的是行为。如果他一直做，收获的就是命运。